以下場景會不會讓你血壓升高？當你按規矩排隊，卻被別人若無其事地插到你前頭的時候；當你辛苦趕制的方案被無良領導順手牽羊搶走功勞的時候；當你真心信任的好朋友在背後說你壞話的時候；當你掏心掏肺地對待另一半，卻發現對方只是把你當備胎的時候，你憤怒嗎？但是呢，每當面對這些不公，你將要發作的時候，這時候你的耳邊總會傳來朋友的勸告，那就是：哎呀，別生氣，生氣解決不了問題。哎呀，格局大一點，你要往前看。哎呀，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這朋友的勸告啊，確實是有道理的，因為發火傷身體啊。正所謂別人生氣我不氣，氣出病來無人替。而且呢，你不發作啊，頂多也就受點委屈，但是一旦發作出來，會把整個局面都毀掉。本來呢，你只是被領導搶了功勞，但是你一旦當眾對他發火，你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要死了，人非凡。但是呢，這時候啊，另一位朋友可能又会向你發出不同的声音啊，就是該發火時就得發火啊，你如果總是這麼憋着火啊，會憋出內傷的。而且啊，面對不公，如果總不發作啊，你會被別人看作是軟骨頭的，這樣以後別人就更會變本加厲的欺負你了。面對這兩位朋友的勸告，他們好像說的都挺有道理，我們該聽誰的呢？對吧？每次我們即將發火的時候啊，我們的腦子裡面啊，總會跳出這兩位朋友給出我們完全不同的勸告，我們該如何抉擇呢？這個火到底是該發還是不該發呢？其實啊，這個讓人糾結的問題啊，自從古希臘以來啊，就有包括像亞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反覆討論過。那本期大問題節目呢，我們就從哲學層面來探討清楚我們是否應該憤怒的問題。本期節目邀請了3位哲學家參與討論，他們分別是主張不應該憤怒的反憤怒派代表哲學家瑪莎·魯斯鮑姆，主張應該憤怒的憤怒派代表哲學家阿米亞·斯里尼瓦桑，主張應該用別的情緒替代憤怒的替代派代表哲學家泰勒·佩塔斯。這3位哲學家將會分別闡述他們對是否應該憤怒這個大問題的看法，最終需要你來評一評，他們中誰的看法更有道理。好，下面進入會議正片。首先有請美國哲學家魯斯鮑姆登場。反憤怒派的代表哲學家瑪莎·魯斯鮑姆認為，我們應該克制自己的憤怒，因為憤怒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負面情緒。為什麼這麼說呢？魯斯鮑姆首先就對憤怒這種情緒啊做出了細緻的分析，就是我們通常認為啊，憤怒這種情緒啊是非理性的啊，它意味着理性的失控，對吧？每次見人發火的時候，我們都說這個人失去理智了。但是魯斯鮑姆敏銳地指出，你一憤怒的時候啊，你以為你失控了，其實你的大腦正在精打細算。憤怒這種情緒其實包含了判斷，當你憤怒的時候，你其實是在做判斷。判斷什麼呢？魯斯鮑姆指出，至少判斷如下3個要素。第一，判断是否遭遇到重大損害啊，比如說，如果是別人在大街上瞅了我一眼，我也不至於因此感到憤怒；但如果是猛地撞了我一下，那我會更有可能感到憤怒。第二，判斷責任歸屬，就是我能不能為造成對我不公的狀況找到責任人啊，就是遭遇到壞事的時候啊，能不能找到那個幹壞事的壞人，那個加害者。比如說呢，如果是有人開車撞我，導致我下肢癱瘓，那個開車的人就是責任人，我就會對他產生憤怒的情緒啊！你是想要把我撞死啊你啊，對吧？很生氣吧？但如果是一場自然災害，比如說地震導致我殘疾的，同樣我也是遭受到了重大損害，我盡管也會感到難過，但我不會因為這件事兒感到憤怒，因為這事兒我找不到加害者。那第3個因素也是憤怒中最核心的一個因素，那就是報復的渴望。我們希望那個責任人、那個加害者受苦，對吧？正所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如果有人欺負我，我希望他也遭到報應，我希望他出門被車撞死啊！這第3個因素，報復的渴望，才是憤怒的核心。我們感到憤怒，就是渴望對我們造成重大損害的加害者受苦，對吧？一想到這個加害者居然活蹦亂跳，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哎呀，我們真是想想真氣嘛，越想越氣，真是氣死個人啊！比如你的親人被人殺害了，你渴望杀人犯嘛，出门就被車撞死啊！比如你被你的戀人戴綠帽了啊，渴望对方被撞死，倒也不至於啊，但你心裡面至少也想抽對方一耳光，對吧？這就是憤怒這種情緒的核心，深切的渴望加害者受苦啊！而也正是因為這種對加害者的報復心理構成了憤怒的核心，在魯斯鮑姆看來，這就讓憤怒這種情緒顯得毫無意義。為什麼呢？因為你去報復加害者，讓加害者受苦，這對讓我們過上良好的生活並沒有什麼用，而且會帶來壞處。在魯斯鮑姆看來，這種報復心理會讓我們掉入以下2個陷阱。第一，掉入荒謬的魔法思維，就是我們希望加害者受苦啊，就好像魔法一樣能夠讓我們遭受到的傷害消除。
比如醉駕的司機夺走你親人的生命啊，你這時候覺得只要那個肇事者受苦讓他去坐牢甚至償命，正義就能得到伸張，你失去的一切就能補償回來。這在魯斯鮑姆看來就是一種魔法思維，因為痛苦本身並不能抵消痛苦，加害者的受苦並不能像魔法一樣讓時間倒流，更不能讓死去的親人復生。通過憤怒施加報復除了在世界上增加了另一份額外的痛苦之外，對修復原有的損害毫無意義。那有人聽了可能會覺得不對報復是有用的。比如如果有人當众羞辱了我奪走了我的尊嚴，我通過發火來反擊，讓他也顏面掃地，那這我不就能把我的尊嚴給挽回來了嗎？那這時候魯斯鮑姆就會說如果你這樣為自己的報復心理辯護你就落入了第二個陷阱，那就是自戀的地位聚焦。什麼意思呢？就是你通過報復把自己的生活就搞成了一種零和博弈的生活就比如刚刚的例子別人通過貶低你把他自己的地位抬高了，然后呢你通過憤怒反過來去回擊他羞辱他，從而又把他壓下去了，又把自己的相對地位抬高了。可是魯斯鮑姆問，這樣有意思嗎？就是這麼一種要麼你壓我一頭要麼我壓你一頭的這種零和博弈，有意思嗎？這是我們想要的道德生活嗎？如果我們把自己的腦筋自戀地鎖死在這種零和博弈的地位之爭上，這就會把我們自己的生活搞得很醜陋。我們在生活中明明可以去關注那些美好的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比如正義、福祉、愛，但是呢因為報復心理作祟，我們成天就只會關注這個人是不是搞我了，我要不要搞回去赢回我的面子。這種對相對地位斤斤計較的生活太醜陋了。憤怒不僅是沒用的，而且還是有害的除了魯斯鮑姆剛剛給出的哲學分析之外一些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做的經驗研究也能證實這一點。憤怒會造成什麼壞處呢？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憤怒會讓人衝動幹出毀壞自己長遠利益的事情，以及憤怒會提高心肌梗死、中風等發病的風險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壞處之外，憤怒還會讓人降智。大家想想自己的生活中多少都會有就是自己因為有次發火把話說重了，從而導致了分手、絕交或者合作機會被取消，然後懊悔不已就回想起來自己發火的時候這個智商好像完全不在線怎麼能不過腦子說那種話呢？憤怒也會讓人陷入被迫害妄想症，從而深陷受害者情節，就容易把別人模棱兩可的行為都解讀成別人要搞自己感覺別人都欠自己的，造成精神內耗不說這種有受害者情節的人是沒人願意和他這種人合作的。哪怕是面对真的對自己有惡意的加害者我們本着不讓自己降智的理由也盡量不要去憤怒。電影《教父》裡面有一句經典的台詞，不要去恨你的敵人，那會影響你的判斷力。憤怒除了會讓人降智之外，憤怒還有一個壞處大家可能想不到那就是憤怒會使得改變他人的效果適得其反。為什麼說這個壞處大家想不到呢？就是我們通常認為有時候我們發火是為了讓那個對我們做了錯事的人能夠改变，對吧？別把我當軟骨頭，我得对他硬一次衝他發個火，他以後才會把我的話當回事兒，對不對？這是我們通常情況下理解的發火造成的效果。但是根據心理學家 Fake Haneke 和 Gerben Van Cleef 在201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指出，憤怒的實際效果可能恰恰相反。你越是憤怒，對方越不會認錯，反而會觸發對方非常強烈的逆火效應。這個心理學上的逆火效應就是指你指出別人錯了某些情況下別人非但不會認錯，反而會加深他對自己已有錯誤的堅持這就是一種心理上的防禦機制。而憤怒只會強化對方的這種防禦機制，導致衝突無限升級。說白了，魔法打敗不了魔法。其實这一點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有經驗的。就如果有人對你做了錯事你跟人好好說，人家更容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且做出改正和補償，對吧？你就好好說，朋友，你可能以為你這麼做是對的，但實際情況是這樣的，你這麼做傷害到我了，我需要你向我道歉，對吧？你這麼好好跟人說，別人是容易認錯的。結果你偏不你壓不住火，你上來就跟人發作你怎麼這麼蠢，你怎麼這麼壞，你怎麼不去死？你這不是憑空制造敵人嗎？要知道真正能成事兒的人是非常善於控制自己想要報復加害者的憤怒情緒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南非首任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面對白人統治者長期的壓迫，曼德拉當然有理由憤怒他被白人压迫者關押了26年但是後來南非的種族隔離被打破，曼德拉成了總統以後他並沒有像很多黑人同胞期望的那樣对白人壓迫者反過來進行打擊報復相反，他把大量的政治資本投入到了和解之上。他主動接觸舊體制中的白人軍政人物努力消除他們對新南非的恐懼。他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目標不是報復，而是推動民族團結與和解。這種胸懷才是能成事兒的人該有的。
好，介紹完這些對憤怒的經驗性研究和現實的案例啊，我們再說回來，努斯鮑姆對憤怒的哲學分析啊。努斯鮑姆之所以對憤怒持否定態度啊，是因為他認為憤怒是建立在一種向過去看的視角之上的，就是想要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啊，也就是希望加害者受苦。但是已經發生的事情是無法改变的，对吧？這就是魔法思維，時光它不能倒流。但是這個魯斯鮑姆倒也不是說啊，當我們遇到壞人壞事兒，我們就當作沒發生，就視而不見了。魯斯鮑姆在反對通常意義上的憤怒情緒的同時，提出了一種新的憤怒，叫做變革型憤怒。這種變革型的憤怒啊，就不是向過去看的了，而是前瞻性的。它不是為了改變過去，而是為了改變未來，是讓壞人壞事兒在未來不再發生。它面向的是一種未來的變革 transition， 所以才叫做變革型的憤怒。這就是說啊，當你面對壞人壞事兒啊，你關注的內容不再是啊你傷害了我，我要你付出代價，而是這極其糟糕，這種事情絕不能再發生。這種憤怒不是真的對這個加害者生氣啊，也想要對方受苦啊。變革型的憤怒不包含報復心理，也不聚焦自己的地位是否受損啊，純粹就是為了讓事情在未來變好。而這就有點像我們說的這個戰術性發火，像這個家長對孩子發火就屬於這種戰術性發火啊。當然我說的是正常的家長啊，這個家長对孩子發火，那並不是想報復孩子，渴望孩子受苦啊。家長也並不是觉得孩子不聽話，感覺到自己地位受損的。家長对孩子發火，純粹就是要孩子改正自己的錯誤行為。介紹完反憤怒派的看法啊，最後也說明一下，這個反憤怒派啊，倒不是說啊，如果你在道理上認同反憤怒派，你就真的能原地做到遇事而不生氣了。因為這個生氣是一種本能嘛，有時候確實很難克制啊。這個反憤怒派要改變的是我們對憤怒的評價，就是憤怒是沒用且有害的。因此，當一個朋友勸你遇事莫生氣的時候啊，這個朋友的勸告是合理的，是值得聽從的。當然，認識到發火沒用且有害，這也能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克制憤怒，逐漸讓自己的心態調整到遇事不憤怒的狀態之上。好，介紹完反憤怒派的看法，那這時候即將登場的憤怒派坐不住了。就是如果我們遇到不公正的遭遇，總是忍氣吞聲不生氣的話，那我們還是個活人嗎？如果我們需要考慮到後果才敢憤怒的話，我們不就成了機器了嗎？好，下面有請憤怒派的代表哲學家斯里尼瓦桑登場。在憤怒派看來啊，每當你遭遇到不公要發火的時候啊，總有人在你耳邊念經，哎呀，別生氣了，生氣解決不了問題啊，你要格局大一點，要往前看，巴拉巴拉之類的。這種理中客式的勸導啊，聽起來好像非常理智，但其實站着說話不腰疼，憋得一把火不發是會憋出內傷的。憤怒派的代表牛津大學的印度裔哲學家阿米亞斯里尼瓦桑看不下去了，他在2018年的著名論文《憤怒的適宜性》中，精準地戳中了我們這種憋屈感的死穴。斯里尼瓦桑指出，像反憤怒派的魯斯鮑姆等這些勸你莫生氣的人啊，其實都偷偷預設了一個極其霸道也極其功利的前提，那就是他們全都是徹頭徹尾的後果論者。這後果論什麼意思呢？就這個反憤怒派評判一種情緒好不好啊，完全看它有沒有用啊，比如能不能帶來好的後果，能不能改變現狀。說白了，就是嫌棄你發火會把事情搞砸，影響大局。但是斯里尼瓦桑甩出了一個直擊靈魂的哲學暴擊，那就是難道我們的情緒的全部價值僅僅就在於它是不是一個好用的工具嗎？難道沒用的情緒就不配存在嗎？對吧？我們今天的人總愛說情緒價值，情緒價值，就這個情緒本身就是有內在價值的呀。那憤怒作為一種特定的情緒，當然有它本身內在的價值啊。為了講清楚情緒本身的價值啊，斯里尼瓦桑引入了分析哲學中的一個關鍵概念，那就是適宜性 （aptness）。什麼是適宜性呢？我們舉例子來說啊，假設你周末本來打算高高興興的去環球影城玩一趟，結果你推開窗戶一看，外面狂風暴雨，於是你腦子裡面產生了一個信念，外面在下暴雨。那這個信念呢，讓你極度鬱悶，心態崩了。那按照反憤怒派的那種只看後果好不好的邏輯啊，那既然相信下雨會讓你心情變差，那為了保持自己開心啊，你是不是應該立刻給自己強行洗腦，堅信外面陽光明媚呢？那這也太荒謬了，對吧？為什麼荒謬呢？因為我們評估一個信念它好不好的首要標準，不是它能不能讓你開心這種實用價值，而是它是否是真的，它是否準確地反映了世界的本來面目。在哲學上，這被稱為是認識論的標準。斯里尼瓦桑指出，情緒和信念一樣，也有它自己的認識論標準，這就是適宜性。當我們說一種情緒是適宜的時候，我們是在說這種情緒準確地回應了客觀世界的某種特徵。比如面對一隻撲向你的老虎，你產生恐懼這種情緒是適宜的；當你失去一位摯愛，你感到悲傷這種情緒是適宜的。
那麼同理，憤怒這種情緒的適宜性对象是什麼呢？斯里尼瓦桑指出，憤怒就是對規範性侵犯的準確回應，或者用白話說啊，當壞人壞事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憤怒就是最具適宜性的回應。當你在職場被惡意打壓的時候，當你看到社會弱勢群體被無情欺凌的時候，當你在這個世界上遭遇到不公正的對待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內心的憤怒就像溫度計裡面的水銀柱在高溫下飆升一樣，它精準的、完美的反映了現實。在斯里尼瓦桑看來啊，憤怒不僅是一種盲目的衝動啊，它也是一種情感感知。面對真實的不公而不憤怒，就像在認識論上面面對大雨卻堅信陽光明媚一樣，都是一種對現實的扭曲。憤怒能讓我們的情感感知正確的運作，憤怒讓我們像一個正常的活人那樣，能夠準確的感知世界，並做出適宜的回應，這才讓我們有活人感，對不對？而不是像一個 NPC 工具人那樣，非得計算發火的後果以後才敢戰術性發火。所以，當我們遭遇到憤怒的適宜性對象的時候，也就是遭遇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時候，我們應該像一個活人一樣，該發火時就發火。講到這裡呢，反憤怒派可能會出來回應啊，就說，就算你斯里尼瓦桑說的對啊，這個憤怒是適宜的，是真的，但是你這反而有點這個站着說話不腰疼啊。我們要知道啊，在現實生活中，反而是社會地位更低的弱勢群体更容易在憤怒中傷害自己，对吧？高地位的人反而不容易发火啊，因为他们不容易受害嘛。而且即便受害，也有所謂的幸福者推讓原則嘛。高地位者不憤怒，反而是弱勢群體是更容易憤怒的。但弱者的憤怒更容易傷害自己，他們因此內耗、衝動，甚至幹出報復社會的事情。表達憤怒對於弱者無異於讓他們生活得更好，反而更容易葬送他們的前程。我們不說為了社會和諧啊，僅僅是為了弱勢群體自身的利益，為了他們更長遠的好結果，我們勸他們放棄憤怒，採取建設性的妥協，這難道錯了嗎？那面對反憤怒派的這種回應呢，這就要說到斯里尼瓦桑論文中最具原創性的概念，那就是情感不公。什麼意思呢？就是斯里尼瓦桑承認啊，在現實的權力結構中，從後果上來講啊，確實弱勢群體表達憤怒經常是不能帶來實際好處的，反而更可能會讓自己的處境變得更糟。而這種局面使得一個充滿歧視和壓迫的社會，不僅僅在財富和權力上剝削了弱勢群體，而且在情感表達上對弱勢群體也是不公正的。它向弱勢的受害者強加了一個極其殘忍的雙重綁定。也就是他逼迫受害者在面對憤怒的時候，需要在以下兩難選項中只能選擇其中一個，就是要麼你選選項 A， 保持理智和謹慎，也就是你要咽下這口氣，面帶微笑的去搞建設性溝通，從而換取現實境況的改善。但代價是你被迫在深夜獨自吞咽自己的情感，你被剝奪了準確感知和表達的情感權利。要麼你選選項 B， 堅持你的適宜性，也就是你忠於事實，適宜的表達出憤怒的情感，但代價是你傷害了自己，你讓自己的注意力難以控制的集中在那些傷害你、阻礙你、困擾你的事情上，沒法展開新的生活。你還很可能被現實社會所懲罰，被貼上憤青、暴徒、刺頭的標籤，你的處境會更加艱難。斯里尼瓦桑指出，當我們要求弱勢的受害者為了顧全大局而別生氣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就是在逼迫他們承擔這種兩難選擇對他們造成的撕裂的痛苦。可是憑什麼啊？這種被迫要做出的兩難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對弱勢者在情感上的不公正。你想啊，對於高社會地位的特權階層，他們無需面對這種兩難選擇啊。剛剛也說了，他們不容易遭遇不公，從而成為受害者。即便受害了，他們也並不會真正在乎，而是一笑了之。他們永遠不需要面對這種艱難的二選一。特權階層可以輕鬆地一邊保持情緒穩定，一邊享受世界的紅利。而弱勢的受害者不僅承受了第一重的不義，也就是受害本身，還要承受第二重的不義，也就是他們被社會剝奪了恰當的感到憤怒的情感合法權。那麼在這種雙重壓迫下，如果我們在他們遭遇不公的時候輕描淡寫的勸他們一句，哎呀，別生氣了，生氣解決不了問題，那我們是不是這個雙重壓迫的同謀者呢？這就是憤怒派的看法。我們對待憤怒這種情緒，不應當僅僅只局限在關注發火會造成什麼後果，而要關注憤怒這種情緒本身所具有的內在情緒價值。面對不公正對待的時候，憤怒本身就是一種適宜的情感表達。如果逼迫受害者為了現實利益而放棄憤怒，就是在逼迫他們承擔靈魂撕裂的痛苦，就是在施加極其殘忍的情感不公。
最後再說明一下，憤怒派並不是要在行動上提倡大家要在遭遇不公的时候就要發火啊，而是要改变我們对憤怒的評價。憤怒這種情感本身是有其內在自身價值的。當我們只考慮憤怒帶來的後果而勸說一個人別生氣，生氣沒用的時候，這種勸說是不合理的。好，介紹完憤怒派的看法，那這時候呢，即將登場的替代派首先高度肯定了斯里尼瓦桑提出的适宜性的說法，就是憤怒是对遭遇不公的一種準確的適宜的識別。但替代派的質疑是，在準確的適宜的識別出不公之後，我們必須要用憤怒這種情緒來回應嗎？我們難道沒有替代方案了嗎？好，接下來有請替代派的代表哲學家佩塔斯出场。這裡插播一段節目說明啊，我們這個大問題 Dialectic 節目不是一個哲学科普節目我們這裡不教授哲學大問題節目呢，更多是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會關心或者困惑的大問題為立足點，用哲學或者相關學科的經典觀點進行梳理這是個哲學家開會爭論的節目目標呢是讓觀眾更清楚的思考與表達。不過呢，如果您因為咱們這個大問題節目對哲學這門學問感上興趣了，想要學哲學，歡迎報名參加我專門開設的哲學課程100個哲學大概念開悟人生。這門課程呢就是專門教授哲學的啦。這門課程用100講來講明白講透西方哲學中經典的100個哲學概念或者命題大家這裡可以暫停截圖我展示的這個課程表看看這100個哲學命題有沒有你感興趣的。這門課程的報名地址就在置頂評論那裡。你要能從頭到尾看完這100講的哲學課，能讓你看透世界，理解人性，開悟人生。好，介紹完我的哲學課，接下來我們繼續下半場的大問題研討會。在經歷了憤怒派和反憤怒派之前的激烈交鋒後呢，我們現在似乎被逼入了一個死角。就这個反憤怒派的努斯鮑姆警告我們，憤怒在現實中毫無用處，所以你要放下它。這個憤怒派的斯里尼瓦桑則吶喊，憤怒是對世界不公的準確鏡像。如果為了所謂的好結果而強行掐滅憤怒，你就是在承受情感不公。難道我們真的只能在做一個修身養性的實用主義者和做一個充滿敵意的道德感知者之間二選一嗎？那這時候出場的替代派就來幫助我們破局了。替代派的代表哲學家泰勒·佩塔斯在他的論文《適宜性還不夠，為什麼我們應當拋棄憤怒》中，首先就肯定了憤怒派的斯里尼瓦桑提出的憤怒的適宜性這麼一個說法就是憤怒不能只看後果，憤怒這種情緒本身就有內在的情緒價值也就是適宜性，這是對不公正的遭遇的一種準確的情感回應。確實呢，那就像閉上眼睛假裝世界很美好是荒謬的，遇到不公當它沒發生也是憋屈的。但是佩塔斯話鋒一轉，他指出了斯里尼瓦桑犯的一個概念上的混淆，就是他把對不公正的準確評估和憤怒這兩種東西死死地綁定在一起了。要知道在心理學和哲學中憤怒從來不是單一的原子而是一個複合症候群，它是由多重因素構成的。我們就拿之前努斯鮑姆提過的模型來說就是當你感到憤怒時，你的內心其實是在評估3個要素：第一，是否遭遇到重大損害；第二，是否找到責任歸屬；然後第三才是產生了報復加害者的渴望。佩塔斯說，斯里尼瓦桑所說的適宜性就是那種對現實不公的準確識別和評估，這僅僅存在於前2個因素之中，也就是僅僅存在於對不公的認知評估之中也就是是否造成損失以及是誰造成的。但是適宜性並不包含第3個因素，也就是報復的渴望。在佩塔斯看來，這種報復的渴望是不好的，是應當被剔除的。注意佩塔斯對報復心理持這種否定態度並不是像努斯鮑姆說的那樣是基於報復加害者在後果上有副作用佩塔斯是說，這種報復心理本身就是壞的，而無論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在佩塔斯看來，報復心理的實質就是一種敵意，就是單純的希望這個世界上另外一個人受苦，這本身就是道德上的惡。加害者如果是出於惡意傷害了我們，而如果我們因此也產生了報復的敵意這是讓我們自己受到了雙重傷害不僅是被加害者傷害而且也讓我們自己的心靈敗壞了。報復心理也會擾亂我們內在的心靈秩序和自我掌控感，也會被仇恨和厭惡所吞沒，並且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喪失自我掌控感。如果我們對加害者感到憤怒，我們是加倍的懲罰了自己。所以佩塔斯的靈魂拷問就是，既然適宜性只是憤怒的一部分，那為了這其中一部分的有效成分，我們為什麼非得吞下整顆包含着敌意毒藥的憤怒藥丸呢？
所以佩塔斯給出的方案就是我們保留適宜性這個有效成分啊，也就是保留對不公正的準確識別和評估。但是啊，我們不要報復心理這個會產生副作用的成分，不去對加害者感到憤怒。那問題就來了，如果只要我們對不公啊只是做出適宜性的識別和評估啊，評估出來卻不發作，不報復回去，這還不是假裝不公沒發生嗎？這不還是憋屈的嗎？難道佩塔斯是想讓我們做一個冷冰冰的道德判斷機器人嗎？就是那個人對我做了一件壞事，欺負我了啊，我準確並適宜的判斷出這是對我的不公，判斷正確，然後就沒了並不是的，佩塔斯並不是讓我們僅僅做道德判斷然後就沒了，這就是佩塔斯的理論之所以叫替代派的原因了。要知道人類的情感武器庫極其豐富。佩塔斯提出，面對不公，我們在適宜的評估出不公之後完全可以用一些替代性的情感來替代報復的渴望。佩塔斯列舉了一些替代情感當然這些替代情感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合適的也可以多個並用第一是对受害者的同情，就是你並不一定非得把心理能量集中在我對加害者有多氣這個上面如果這個受害者不是你自己你完全可以把情感重心轉向受害者的痛苦本身。這時候呢，你主要的情緒不是敵意，而是同情、憐憫、關切，想幫受害者恢復傷痛比如你的好兄弟被他老婆綠了，你看到他消沉的樣子，你並不是帶着你的好兄弟一起咒罵他老婆而是同情他、安慰他，並鼓勵他，讓他重新振作起來。那另一種替代情緒呢，是對加害者在道德上的失望。如果這個被綠的人是你自己你這時候要做的並不是怨恨你的伴侶腦補了800遍抽他耳光的畫面覺得自己被他玩弄了情感，真是想想真氣，越想越氣並不是的，而是呢，你对你的伴侶感到失望就是我當初这麼愛你，你卻背叛了這份感情，我失望了，封心所愛了。注意你這時候並不是怨恨他，你要做的就是把他從一個你在情感上寄予厚望的人調整成一個路人，對吧？你是不會怨恨一個路人的，你要做的就是瀟灑的離開他。還有一種替代性的情感是一種堅定的決心，就是面對不公，你毅然決然從過去走出去，你致力於改變現狀，讓錯事不再發生。這個曼德拉就是這種典型的代表咱就不說曼德拉這種偉人就說我們的日常生活你被你的伴侶綠了，你要做的就是下定決心改善自己，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吃一堑長一智，你相信通過自己在未来積極的行动和改變，會遇到更好的愛情。這就是替代派的方案。佩塔斯在論文中指出，這些替代模式能夠產生憤怒的好處，同時規避憤怒的有害影響。這就是說通過這些替代情感我們完美的實現了既要又要就是我們既保留了斯里尼瓦桑所珍視的對現實不公的清醒認知我們沒有陷入对不公的麻木，同時又徹底過濾掉了魯斯鮑姆所厭惡的報復的敵意。可以說是一種縫合了前兩個派別的方案。好，介紹完3個派別對憤怒的看法，接下來我們進入本期關於憤怒大問題研討會的會議總結。本期大問題節目，我們探討了如何看待憤怒。面對不公，我們到底該不該憤怒？這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忍一時風平浪靜的情緒管理問題，而是一場關乎理性、尊嚴與人性的拷問。反憤怒派的魯斯鮑姆認為，憤怒中夾帶的報復渴望是一種荒謬的魔法思維和自戀的地位聚焦，用痛苦抵消痛苦毫無意義。為了大局和未來，我們應該將這種敵意轉化為前瞻性的變革努力。憤怒派的斯里尼瓦桑認為，不要把情緒僅僅當成解決問題的工具，憤怒是對不公極其準確的適宜性感知。如果逼迫受害者為了現實利益而放棄憤怒，就是在逼他們承擔靈魂撕裂的痛苦，這是在施加極其殘忍的情感不公。替代派的佩塔斯認為，憤怒是一個包含認知評估和敵對動機的複合體。我們可以保留其中的認知評估，卻剝離掉其中的戾氣與報復欲，用像同情、失望和決心等這些替代情感來回應不公。所以朋友們，回到我們最初的那個大問題如果明天你再次遭遇了生活的不公，被爛人爛事惡心到了，你就會像魯斯鮑姆主張的那樣，警惕憤怒裡面的報復衝動，把目光轉向未來。或者像斯里尼瓦桑主張的那樣，堅持認為憤怒本身就是對不公正的正當回應，還是像佩塔斯主張那樣，保留對不公的清醒識別，但盡量用別的情緒來替代憤怒？你會如何抉擇呢？歡迎你也同哲學家們一起參與到對這個大問題的討論之中，他們的看法發表完了，現在輪到你來發言了，請在視頻下方評論裡投出你的一票，並發表你的看法。